现在年轻人相亲啊，你能被他们给逼疯。家庭条件不错，长得不帅不行；五官身材不错，身高太矮不行；学历工作不错，这出身太差也不行。这下午有一位姑娘来找对象，32岁，世界500强的客服经理。哎呀，这名声啊冠得很大呀，我让她差点没给我整崩溃喽。颜控加上身材控啊，找对象就想找到185以上有腹肌身材好的帅哥啊。他说自己相亲了5、6年，都是卡在脸这一关了。曾经也妥协过，找不到帅哥嘛，那就找一个条件好的不帅的吧。谈了3个月啊，男士摸他手一下就感觉难受，心里恶心对方的触碰，也恶心强颜欢笑的自己，最后实在接受不了就分了。我这一听啊，你这颜控挺厉害呀。他说对呀，要不自己能找不到对象吗？他就想让我帮他找一下。哎呀，说我这边圈子广。我问他，你除了颜控啊，其他有要求吗？他说没有，就想找个有感觉的。听完呢，咱就给他拔了帅哥照片啊。有一位帅哥啊，这个素颜照长得很帅，他一眼就看上了。94年的，自己开了个洗衣店，父母农村的有个哥哥。这姑娘一听啊，完犊子了，农村的接受不了啊，自己啊是城市里的，就是不想去农村。我说你不是没有要求吗？他说我没要求啊，只要不是农村的就行，哪怕在城里打工我也愿意。好了，又给他介绍一位保险公司上班，32岁未婚的啊。哎呀，这姑娘又觉得这工作不太体面，大男人跑保险，就算帅让人接受不了。我一听啊，你不是说找个打工就可以吗？他说不行。后面呢又给他介绍了一位，气得我呀，嫌人家33岁年龄大呀，想找个长得帅气的弟弟，大的不要。哎呀，大妹子啊，你都32岁了，弟弟们也想找妹妹们。他说啊，这男人大了啊，再发福秃头就不好看了。听完你真是能让他给气着啊。不一会儿啊，他就出去上了个卫生间啊，回来就跟我说啊，隔壁房间有一个男士啊，他看见了，哎呀，长得特别帅啊，特别喜欢，一见钟情那种，能不能认识一下？我呢，本着也想成人之美啊，就给旁边屋里人红娘要了男士情况。哎呀，我去，95年的，身高188，体重150多斤啊，这个硕士学历，父母都是体制单位的，自己人家是搞金融的，年收入啊，哎呀，很高啊。这姑娘一听，哎呀，太合适了啊，这就是我的菜啊。我看完就跟她说啊，你还别高兴太早啊，我跟你说人家择偶要求，本人颜控要求女方98后，身高168以上，体重100斤以内，年轻漂亮，学历重本以上，工作事业单位。姑娘听完就来了句，怪不得这么好条件没找到对象，那他也是颜控啊。哎呀，后来陆续又给他说了几位，结果呀都是好看的嫌人家工作不好，工作好的嫌人家没时间陪自己，工作好有时间又好看的，他就觉得人家家庭条件不咋地。反正啊说着颜控，其实啊外貌、家庭、身高、收入、工作、性格等等有一样短板，他都会觉得这个人不行。最后呢他就在那泄了气发愁啊，哎呀姐姐啊，我怎么办呀？我都这么大了，再找不着我嫁不出去了。哎，算了，我妥协现实吧，不要帅的了，找个条件好的吧，有车有房有钱，能养我衣食无忧就可以了。听完呀，池子里的王八又撂挑子不干了，今天这门是真不好看呐。什么是真正的颜控啊？这个男人样子就长在我审美点上了，他其他条件啥样我都觉得无所谓，我不要彩礼，不要车房，不用加名了，甚至我不需要他赚钱比我多，学历比我高，就他这张脸我就足够了。这叫颜控，这才叫妥协。这个世界上从来都不会天降馅饼，一切都是有价格的。相亲市场上颜控啊很不好找对象，帅哥和美女在相亲市场上比例每10位最多1到2位，颜值高的能在相亲市场上多半都是比较挑的。你要先思考自己有什么样的价值能让对方来看得上。说到底啊，相亲就是谈判，需要利益的互相交换，你的内心戏如何你自己知道就好了。在谈判桌上你必须要有实打实的筹码，想找颜值高的可以，那就要妥协于其他条件，想全部都要那就要有全部都要的筹码，不要嘴上说着颜控，实际想空手套白狼，什么都没有，既要又要还要。如果你连利益交换都拿不出筹码，就狂妄的觉得自己在内心上对颜值上降低了要求，已经是重大妥协了，那真的是不切实际，这辈子都可能嫁不出去的。说的直白点，大白天做梦不害臊。你让我觉着恶心，不要脸。有些人来相亲啊，你就是扯犊子。有一姑娘很坚定的丁克主义啊，来参加相亲会，埋怨别人怎么不接受。大姐，你给人断子绝孙，你让别人怎么接受啊？气得我是血压乱窜啊。有2天没发视频了，办相亲会去了，办了4场，忙得要命。今天上午呢是硕博专场相亲会，人不多。会上呢就发生了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有一个女孩子今年28岁啊，身材高挑，很好看，就长得特别像那个高圆圆，是一个女医生。相亲会上面就有3位男士就特别喜欢她，跟她表白啊。有一个男士啊就很高，但是很瘦，这个女孩她不太喜欢瘦的，就拒绝了。还有2位男士啊，这姑娘觉得还行，一位是牙科医生啊，共同话题比较多；另一位呢是公务员，工作好，人也挺帅，同岁的。1号男嘉宾就比较浪漫啊，喜欢画大饼，有点像那个《非诚勿扰》那种场面，跟姑娘说呀，
见你的第一眼我就爱上了你，此生非你不娶。我不知道为什么喜欢你，就像我无法描述水是什么味道，但是我知道我需要你，就像我需要水一样。哎呀，你听人这表白词啊，听的人是麻酥酥的呀。2号男嘉宾啊就比较务实一点，说自己会做饭，会打扫卫生，会疼人，会照顾人。你开心我就陪你啊，你不开心啊我就安慰你。你要不说你是来相亲的，哥们儿，我都以为你是来应聘养老院的呀。这姑娘听完了，哎呀，特别纠结啊。2位男士都挺好的呀，她就很想问一个问题，2位男士就争先恐后，特别期待。这姑娘酝酿了一下啊，来了句：“我这辈子不生孩子，你们接受吗？”真的那一瞬间，现场是哑口无言啊！我呀，又吃惊又纳闷啊，你这是要丁克吗？哎，他拿着话筒说：“对，我要丁克。我不喜欢孩子，我也不喜欢照顾孩子。在医院工作，这看了太多的生死离别，我也不希望我的人生太累。”还没等他说完，这1号男嘉宾啊就插话说：“不好意思，我接受不了。在我看来呀，有孩子才算完美，这丁克就是自私。”转身呢就走了。这姑娘当时就挺失落呀，转身呢这望向2号男嘉宾，她是很期待2号能够认可她的。这位男士啊就本着渡人渡己的精神，哎，先劝他。你可以先过2人世界，后面再考虑孩子嘛。这孩子是希望生孩子人生才算完美，不生孩子现在舒服，老了会后悔的呀。结果这句话人女方听了直接很有意见啊，表示生不生那是自己的意愿，想生就生，不想生就不生，互相尊重就好了，你不需要来劝我。行了，2号嘉宾啊看自己说不通啊，他就不接受这样的人生观，转身啊就退场。女孩子有点懵了啊，而且还有点失落。散会的时候呢，这姑娘就找我，她说特别想不明白啊，喜欢我不应该包容我的想法吗？听得我也是特别无语啊，妹妹，你是丁克呀，你要给人断子绝孙的呀。我问她你是真想丁克还是暂时的？她说是真的想，她觉得孩子是负担，生出来自己又抚养不好，她觉得有罪，她也不希望自己的人生啊过得太辛苦。哎呀，姑娘，我也挺认同你的想法，哎，我觉得你想法很好，活着终究是为自己负责，只要不是一时的情绪输出啊，那啥决定都是你的事儿。但你丁克，你不能强迫去喜欢你的人接受你的观点吧？你可以找个愿意丁克的人再谈感情啊，但是你不能找个不想丁克的，就因为爱你，所以你要人家丁克。哎呀，这事儿就反了。就好像你想找个有车有房年入几百万的，没问题，但你需要找到已经有这个条件的人去爱你，愿意娶你，而不是你跟穷小子谈恋爱了，你就逼着他去给你买车买房，再给你几百万，这是一样的。就这样式的，谈了一半啊，爱你爱的死去活来了。哎呀妈呀，你跟人说要丁克，给人断子绝孙啊，人家祖宗啊都得刨坟爬出来找你算账，是这个理儿不？有一对情侣啊，谈了6年的感情，终于到了谈婚论嫁的时候，但是女方父母是执意啊，要求是18万的彩礼。女方父母呢说有自己的盘算，一来啊希望男方家庭富裕能够给得起这笔钱，二来呢是希望给女儿一个保障，万一婚姻啊有变动，那女儿也不至于什么都没有。女方父母呢也表示啊，自己养大女儿啊不容易，家庭条件呢也一般，所以啊不会陪送嫁妆。这位姑娘呢对男友啊确实是真心实意的，也非常的想跟他在一起。她认为呢男方家庭条件不错，18万呢完全可以拿得出来，所以呢这个姑娘也希望男友啊能够委曲求全。但是男友啊却无法接受这个女方父母的要求，认为这是变相的卖女儿。不看任何感情的情分，开口就要钱，将来呢也是没办法跟这样的家人打交道。一气之下呀，2人就闹了矛盾，分手了。讽刺的是啊，不到1年，男士啊就相亲认识了一位条件不错、长相也不错的姑娘，彼此呢都觉得合适，年龄啊也大了，于是2个人就结婚了。男方给这个姑娘的彩礼呢也是18万，女方呢陪嫁了8万和1辆车。那有人就问这个男士，是不是更爱这个相亲认识的姑娘，所以啊才愿意出钱去娶她？男士说啊，不是，我跟她没有多少感情，只是觉得彼此条件合适，家里满意，相处的舒服而已。他说呢，我给不了人家什么感情，那总得给一笔钱吧，要不别人凭什么嫁给我？那位谈了6年的前女友啊，知道之后非常生气，也很伤心，说自己那么爱他，和他在一起啊，生活了6年，却比不上一位相亲只认识几天的姑娘。18万呢，宁可娶一位陌生人，也不愿意娶自己。而女方的父母也说啊，男士根本就不爱女儿，喜新厌旧，明显就是渣男，害女儿是白白浪费了6年的青春。这个男人啊，就不是什么好人。肯定啊会有人说啊，这种男人不嫁就对了，不顾及6年的感情，同样的彩礼是宁可给陌生人，也不愿意给相爱6年的爱人。明明就是喜新厌旧的渣男。
其实啊，这个案例生活当中是非常非常常见的。大家呢应该理性啊去看待这个事情。彩礼啊其实并不是问题所在，因为男方呀是完全可以给得出的。问题在女方父母啊，明知两人有6年的感情，却狮子大开口，直接跟男方要18万，想让这笔钱作为女儿的保障。这不是保障女儿，而是自私变相的压榨男方。6年感情，男方对女方的物质上的付出啊，也应该有很多，最后还要18万，那真的不如啊直接相亲给别人18万。不近人情和一毛不拔的态度啊，其实是男方最不能接受的。不要总拿6年的感情去道德绑架别人，付出呢都是相互的。为什么国家不支持高价彩礼？因为彩礼啊成了某些人为满足私欲变相压榨他人的理由。还有那种啊要彩礼是给女方保障的说法，我听了真的觉得很搞笑。请问是保障女方婚后不上班还有钱花，还是保障女方离婚之后手上还有钱呢？如果想要钱的话，那咱就明码标价，买得起咱成交，买不起啊咱就找便宜的。双方自由恋爱，因为感情走到一起的，那不是简单的买卖，而是双方你来我往，有很多感情投入才有今天。这就好比啊，你出门打出租车，给钱你觉得是应该的，但是好朋友啊提出开车去送你，你提出呢要给油钱，朋友却说呢按照出租车的价格来收，你心里是不是觉得很憋屈？这不就是又想当那什么，又想立牌坊吗？大家怎么看？大家一定听说过这个说法，就是中国单身人口啊超过了2个亿，男单身呢是比女单身啊多了3000多万。昨天呢我是看了一篇文章呢，显示啊就是首先呢是外国的女性啊是有很多呢是加入到中国，其次呢女性的寿命啊是比男性要长5年，所以中国男女比例啊实际整体啊是女多男少。这其中呢有至少5000万呢是老年单身女性，另外呢还有几千万职场女性啊是散落在这个机关单位，你像外企啊还有国企私企等等，而大量的这个单身男士啊就主要集中在这个农村，致使目前呢形成了3大光棍体系。一是呢农村男光棍，二是职场女光棍，三呢是老年的女光棍。因为大多数这个女光棍啊找这个对象条件真的是高的吓人，要房要车要存款，男的呢又结不起婚，女的呢又不想嫁也不想将就，所以啊这3大光棍群体啊就没有办法去调和，前景呢就十分的堪忧，只能眼睁睁的看着别人啊是一对对的成家，自己因为呢错过找对象最好的这个时机啊而成了大龄光棍。现在的养老院啊也是越来越多了，光棍抱团养老啊也成了一种新的这个赚钱思路。若干年之后啊他们都在这个养老院里面相见，但是无儿无女啊养老院收不收啊那还不一定。我经常劝那些不论男女啊能早婚就早婚，因为当你结婚的时候啊年轻就是你最大的资本，尤其啊是这个女人，当你事业做到比男人还优秀的时候，你相亲啊就会发现你原本引以为傲的那些能力啊男人都不会看一眼，你认为的这个车房啊你自己都有，但是在多数的男人眼里啊他们并不在乎，更多的就是想找那些年轻啊性格温柔，而不是找事业型啊还有强势的这些女人。男人越早结婚呢，你们就会越容易摆脱以后这个光棍的风险。年轻你们遇到的女人呢，她们可以追求爱情，不看车不看房，看中的可能就是你的某一个点，只要你疼她呀就可以。如果你错过了，那你就要去面对现实，彩礼啊车房等等。所以啊单身伙伴们趁着年轻啊就抓紧结婚吧。今天呢有一位姑娘来找我找对象，但是被我拒绝了，因为我确实是介绍不了。她刚联系我的时候啊真的是一顿委屈啊，哭诉说自己压力特别大。那我听着心里也很难过呀，也就一直安慰她。但是我跟她沟通之后啊，真的有一句话我想说，叫做可怜之人呢必有可恨之处。那先跟大家说说这个女士的这个个人情况啊，83年出生，硕士学历，有车有房，企业的中层领导。其实当我看完她的这个资料之后啊，就心里有一些打怵，因为我知道给这位女士找对象那肯定是特别困难的。往后呢就看到了这个女士的自我介绍和择偶标准都比较简单，择偶标准呢就4个字，有责任心。那正常情况下看到这4个字的话，那可选择范围啊就是非常广的，
一般只要男士的人品三观啊端正，那基本都是符合有责任心的。看完这个资料之后，我就跟这个女士聊天呀，她跟我说自己现在啊就特别焦虑，不想过了40之后啊再结婚，只要有一个差不多的，她就能立马结婚。我先是给她分析了一下现在的这个相亲市场对她不利的一些情况，其实呢也是想给她打一些预防针的，就是她不可能找到她理想的另一半，必须要降低要求。那姑娘的性子呢也比较着急，就跟我说啊，自己不再挑了，也没有要求了，希望我呢一定帮她找到一位。她想今年结婚。那我就问这个女士啊，你的择偶标准只是有责任心就可以吗？插个小话题啊，大家千万不要看女人征婚资料上的择偶要求，好多女人啊在征婚的时候，这择偶要求啊写的就是有眼缘，或者是有感觉，或者是人品好等等。那男士一个个都很兴奋呢，以为遇到了一位不挑的主，仿佛你们遇到了真爱，马上就可以结婚了。当你兴致冲冲的加上女士好友，你却发现人家要求车房年薪啊一个不落。我也可以很明确的告诉大家，大多数这样写的女士呀，她的择偶要求啊往往越高，因为她想要的太多了，写出来怕男士说她太物质，或者说她压根就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这种是最可怕的，看感觉的最挑。所以男士们啊一定要小心一点。那刚才我有说到，我问女士择偶要求是不是只要有这个责任心就可以，女士啊就跟我说啊，起码要有房子呀，学历差不多本科以上的呀。那我问她这个离异能接受吗？女士就说啊不接受，最好是未婚的。问她工作普通一点的上班族可以吗？她说想找自己干的。问她房子在郊区行不行？她说呀要在市里，而且全款，工资呢不能比她低，年薪啊要在10万以上。我最后问她这个外貌条件有要求吗？她跟我说呀，个子啊起码要在175以上，长相中等呀。沟通完之后啊，我直接就回复那个女士，我这边资源真的有限，没有办法帮你交到对象。女士一听啊就特别着急跟我说呀，如果你都不帮我，那我就没人帮了，生活圈子里他们也不给介绍，那我上哪里去找男人呀？我不想再拖了，我想今年结婚。其实呢资源啊肯定有，但符合这些要求的这位男士啊肯定不会选择这个女士。单独一个条件来说的话，那是可以选择的，但是当所有的条件都加在一起，难上加难，甚至是万里挑一。很多大龄姑娘啊，她们自己也知道自己的要求多，比较挑，这不行那不行，但是心里那一关啊她接受不了。年轻没找到优秀的，年纪大了找了一个还不如年轻时候认识的，她就更不甘心。自己未婚要找个离异，那亲戚朋友面子她也过不去呀。希望大龄姑娘要清醒一点，你现在面临的不是去选择，而是有多大概率被选择上。现实有多残酷呀，怕是只有时间会告诉你，到了那一天呀，后悔也来不及了，清醒一点吧。我可以确定的告诉你们，有些仙女真的是注定一辈子结不了婚的，不是想不想结婚的问题，而是她们真的太事儿逼了，真的是自绝后路。有一位姑娘来找我找对象，我听了要求之后直接拒绝了，真心是伺候不了。这个姑娘呢是90年的，身材不错，长相呢也很好，工作在这个事业单位吧，来找对象就一副很高傲的姿态，说自己的衣服啊都是国外代购的啊，化妆品都是名牌，所以呢婚姻呢也绝对不能这个降低要求，降低她的生活质量，起码找到一位这个能供得起自己啊生活开销的男人。我就问她一个月的开销是多少，她说自己每个月这个服装首饰化妆品啊大约在1万左右啊，吃饭之类啊每个月在5000多，生活娱乐这一块呢每个月也要在4、5千等等，这样算下来一个月就有2万左右。那我问他工资多少钱，这些开销来源都在哪里？他跟我说呀，他的工资只有6000多，之前谈的这个男朋友啊由他们来负责，如果没有男朋友的话，他自己啊就会比较节省一些，一个月花销在这个4、5千左右。我越听啊越觉得有些来气，没人养他就花的少，有人养他就花2万多，那这是吸血鬼吗？
最后呢，我就跟他说呀，我这边庙小，确实也没有那么多大佛，就把他给拒绝了。有的姑娘真的是看不清现实呀，你还以为自己是20出头的年轻小姑娘吗？我真的不知道这是你真实的想法，还是觉得到我们这个婚恋平台了，狮子大开口，碰运气，能不能遇到傻子？那这些人呢，注定一辈子是结不了婚的。你不照镜子就来提要求，是真的觉得自己是仙女吗？现在的80后还有30%没有结婚，90后呢还有50%是未婚的，你自己心里还没有数吗？30、40的人还要找未婚的，长得帅的，年收入几十万上百万的，那彩礼动不动就要10万20万，这类人呢真的是靠自己的实力单身的。现在00后都开始相亲了，他们的要求啊很简单，就是想找个对他好的，能疼他的。那男士找他们难道不香吗？那些30多岁的还在挑，还有那些父母啊，嘴里说着着急啊，心里想着找个金主来接盘的，天底下好事都让你们占了呗，把婚姻当买卖，怎么你们是镶金还是镶钻了呀？再过几年可能就停水停电了，心里难道还没有数吗？又想早点结婚，又想找个金主，你这样挑剔啊，最后害的只有你自己，还得到处给自己找面子说啊，自己喜欢单身是不婚主义，其实心里啊巴不得明天就结婚。仙女们，咱们能不能脚踏实地一点？你要么要钱，要么图他对你的好，你别什么都想要。这老天爷啊，他都是公平的，你什么都想要，注定啊什么都会没有。你看看那些婚姻幸福的，不是那些开豪车住别墅雇保姆的，而是有家一起回，有饭一起吃，你生病身边有人陪的。你们都懂了吗？人呢都是吃五谷杂粮的，有钱人也是，钱是生不带来死不带去的，多点少点的都能过，但意外呀谁也不知道哪天会来。你看谁能在床边能照顾你？你用钱呀动不动10万20万的彩礼去逼走爱你的人呢，真的有一天会有报应的。我在知乎上看到一个问题，就是有人提问一辈子不结婚可以吗？在下面好多的回答当中啊，有一位这个53岁的大姨回答让我印象特别深刻，我读给大家听一下。如果你还未婚呢，请你一定要听完。我53岁了，可能是回答这个问题当中啊年龄最大的。我的工作呢是公司主管，工资呢不高呢也不低。我不喜欢小孩，对婚姻啊也很恐惧，所以我就选择了不婚不育，主要是向往自由，还有呢就是性冷淡。由于我的性格呢比较强势，我的父母啊都不敢说我，后来呢总是吵架，他们也就没再逼我了，但还是最后带着遗憾离开了。有生之年呢没能看到女儿出嫁，自己呢抱不到外孙，一定会很难过吧。自从他们走后，我迷茫了，空虚了，陷入了深深的思考，到底我这么多年的坚持是对还是错？我为什么不去尝试找个好男人，生一个孩子，起码能给这个家庭啊带来欢乐和活力？至少我现在还有家人，我到70多80多还有一个家庭。我不婚的结果呢，就是我现在没有家人了，这种深深的孤独感，不知道你们懂吗？年轻时我很独立，自己啊跟老乡来城市里闯荡，对家人呢也没有什么依赖，孤独啊也只是一时的，因为那时候老家还有父母亲，每年呢都期待着能回家。可现在这种孤独感啊又接踵而来，迟迟不走，因为没有亲情啊帮我驱散了，我回不了家了。原来我这么多年不结婚的底气啊，不是我独立，也不是我坚强，而是我有家人在，我父母在，是他们给了我不婚的底气。年轻想要自由，中老年啊就会付出代价，要么自由，要么孤独，世界上没有那么多的两全其美。我不愁养老，毕竟啊有存款，以后呢也有社保有退休，但是我也怕自己有一个万一，钱呢又不敢乱花。那些说一个人想花就花的，真的想得太美好了。到了我这样的年龄啊，无儿无女的更不敢乱花钱了。曾经生病过，以前老妈还在的时候啊，都会来照顾我，现在她也不在了，只能自己照顾自己。曾经子宫瘤做手术，都不知道要叫谁来，最后没有办法，只能叫我的堂妹啊来帮忙照顾我，但她很明显不是那么乐意。毕竟我没有养过他，他呢也有自己的生活，自己的家人，当然呢也有叫护工，但是有些事儿啊不是叫护工啊就行了。
老了之后呢，各种疾病啊是明显的多了。这种不大的手术我还能自己签名，以后不能签名的时候啊，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也怕自己啊突然就老年痴呆了，就任人摆布了。也希望他们呢能够不要折磨我，给我一个痛快。我去看过养老院，贵的养老院呢，我活不到80岁我就交不起了，还没有算上这个通货膨胀啊、费用上升等等因素。一般的养老院呢就没有那么好了，大部分养老院里都是死气沉沉的，没有活力，他们好像就只剩了一个目的了，就是等死。我看到之后啊都很害怕，真的不想去那里度过余生。回到家之后啊，家里特别安静，安静到可怕，只有狗叫声，没有人语。以前父母在的时候呢还会说说话，现在啊静得可怕，家里有狗，这是我唯一的寄托了。再过2年他就10岁了，也要走了，到时候又是一个沉痛打击。真心想对有想法不婚的人说呀，要么有伴侣，要么有孩子，不要什么都没有。你现在有底气是因为你有家人在，还有就是啊，好好的陪伴家人，工作朋友再重要也没有家人重要。我现在觉得陪他们的时间啊太少了，以前没有条件接到身边，现在有条件了，接到身边没有多长时间他们就走了。那些经常被催婚的，也请你好好的理解父母，不要像我以前一样不懂事儿，跟他们去吵去冷战，好好坐下来去谈，不要伤他们的心。他们啊也是为你好，他们虽然说不出什么大道理来，或者说出的大道理你们也不听，就像青春年少时的懵懂，不要像青春期一样叛逆啊，伤了父母的心。长大做了父母后啊，你就会后悔啊年少时的冲动。你们知道吗？北京剩女高达40多万。我天，这个数字真的，我今天看了一个视频，好像是关于这个北京剩女的一个北京的一个大妈呀，评价特别精彩，我给大家看一下。咱北京的就是40岁的大龄女青年吧，都是研究生、博士生，为什么她不要孩子？为什么她不结婚啊？现在都后悔这么说，为什么？压力太大，这竞争多激烈啊！现在这个40岁的这些女同志吧，就40岁以上的这个博士生、研究生的女孩子，说原来无所谓，到现在了。你打听那个学习不好的那个，家庭条件不好的那个，就最多上个大学的那个，都结婚了，人家都有孩子，人家一家也对比一家3口，人要生2胎的，人一到节假日，人一家4口里有3口里有，他干嘛去？他爹死了，妈也死了，就剩他自己了，就上那个美容院就坐着，一天坐2天，1礼拜2天，你坐着吗？你老美容去？现在这种大龄女青年多吗？40万，北京40万啊，1亿万，这么多啊！我爹妈都急死了，爹妈都急的都像我，就跟我这样的爹妈都急的都跟神经似的。他也让人当姥姥，可不是嘛。我的孙子的一个同学，他爸爸是研究生，1.92米的个，就因为生了一个女孩，他爸爸一个人耽误他爸爸一人，他妈上班，他爸爸一人就带厉害，现在到了初3了。你说他付出多大代价？如果要说像我们那年代的话，我们生完孩子我们就给就托儿所啊，这阿姨好着呢。据您了解，这些大龄女青年找不到对象的原因是什么？原因就是一开始在年轻的时候，比如说他学历太高，他毕业的时候就30了。他进了企业以后的话，他凭着他的学历熬上高管，他一熬到那就40了。哪个男人也不愿意找跟自个儿同样学历的人。你比如我是男的，我要是博士生，我就愿意找一大学生，你别压着我。可是女同志吧，现在她有什么特点？人家为什么离婚率还那么高，结了婚也离呢？女同志因为她地位高了，她挣钱比你不少。你还没说他呢，他就不乐意了，他要的太多。你像我们那年代的话，就是离婚率相当的低，对，大一辈子，闹一辈子。是，刚出完了，我从网上省了买一豆去，回来我得点一点。老边那儿碰见俩，我老伴爱吃那炸糕，我给买回去吧。乐了分回来了，我不爱吃炸糕，我买回来了。你代人就完事儿了，这代人行吗？说太感动人了。我说那是实话吧，这代人呢，咱别说男同志也是压力大，就是女同志，哎。你为什么对我冷淡了？不像那个初恋那种对我这么好了？已经看手机了，我部分都不问候一声了。那你怎么知道？男同志都这样。这个人与人之间呢，这个激情啊，就有8个月到12个月，到不了1年的，就是人与人激情，剩下就是爱情、亲情啊，对，是不是？他是亲情。哎，现在你这个大龄的这些高学历的人吧，他学历高，但是他对这社会知识没有。他就认为你老得拿我当一朵那牡丹似的，牡丹花好他也拜啊，对，他不是老开，红骨头认他花好看，哎，慢慢就面上来了。你不认同？那个大龄女青年一般还都学历挺高，哎，都是高学历，低学历的早找对象了，低学历的也放不下，
你要说都没念过书的，你别人特别笨，念书也不行。人家家里人一说拆他妈4、5套房子，就这么一姑娘，人家不上班，人家愿意找北京，不愿意找一个外地的，外地的还高学历，外地的来北京的孩子那都是精英，真是精英。人家到家了一挣就2万，到这家了，人说了，你不挣我养你，为什么呢？这4套房了，这个房是你的，你在北京你哪可以买4套房的？对，一套房7、800万，谁说的？对，我说对了。最近这半个月呀，跟我打听外国女生资源的男士是越来越多了。我也经常在评论区里群里看到了好多男士在讨论去这个国外找对象的方法，里面呢还有很多条件不错的男士。就有一个新闻采访呢，说一位这个俄罗斯的女研究生嫁到了中国山村里，和老公一起是种田耕地，每天呢都觉得是一种幸福。这样的婚姻状态是在中国多少男人羡慕的。特别是现在男女光棍对立不可协调的局面下，一些国外的女生资源，像越南、老挝的，前几年就已经有报道进入到了中国的婚恋市场。那这几年呢，像乌克兰、俄罗斯等东欧国家的一些女生也开始小规模的进入到中国婚恋市场。照这种势头发展下去未来几年国外女生资源呢势必会对中国的相亲市场呢是造成了一种巨大的冲击，当然呢也会形成一种补充。咱们国家为了人口的发展，2胎3胎的政策都在变，现在成了全国催婚催生，但很多的女方家庭是依然对彩礼的要价是只高不低。相亲的姑娘呢也在幻想着通过婚姻呢当做跳板，或者是被毒鸡汤洗脑欧巴的偶像剧看多了，没有自我认知，择偶要求呢又太高，所以现在女光棍的数量呢也是越来越多。而这些剩下的女光棍呢，大概率是绝对看不上那些剩下的男光棍的。最后男人们没办法，只能是另辟蹊径去选择国外女生资源。究其原因呢，国外女生呢是择偶要求少，对房车也没有什么要求，也很少要彩礼的。东欧女生基本都不太要彩礼金的。这个东南亚像越南等国家的这些女生呢，虽然要求彩礼，但是基本都是在1到3万左右。所以找国外女生更加实惠划算。另外国外女生在择偶的年龄上放的也比较宽，她们通常能接受年龄差距比较大的男生。当然对男方呢也会有一些要求，这跟他们国家的这个国民自身经济也是有一定关系的。甚至呢有一位8、9年的男士从国外留学回来的，家里做生意，条件是真不错，都跟我提出想去国外找媳妇儿。我觉得这些行为是值得我们去反思的。中国男人开始对国外的女生资源感兴趣，这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和后果？姑娘们可以思考一下，尤其是大龄的女士，有一些危机意识并不是坏事。